拜登在接受以色列媒体采访时表示，美国不排除将使用武力作为针对伊朗的最后手段，同时仍会将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保留在其恐怖组织名单之上，即便伊朗因此拒绝重新签署伊核协议。是美国历年来既定的政策，美国和以色列和伊朗都心里边其实都知道，如果一旦伊朗真的生产出核武器来，不管是美国还是以色列，应该是100%的会对伊朗核设施进行打击的。这一点以前是这样，现在也是这样。对此，伊朗总统莱西表示，拜登的中东之行不会给以色列带来安全，并对美国极限施压的做法表示批评。至于说到伊核协议恢复履约谈判问题时，莱西表示，美国人说伊朗应该重返伊核协议，可伊朗从未退出协议，是美国违反了协议。伊朗在与协议相关方的谈判中始终表现得非常理性，伊朗谈判小组没有提出任何超出框架的要求。拜登这次访问中东，外界分析其目的是推进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之间的关系正常化，以联合对抗伊朗的核威胁。那对此您怎么看？我想提醒大家注意的是，改善以阿关系，团结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共同对付伊朗，这些可不是拜登与民主党的中东政策与战略，更不是他们的初衷。在此之前，拜登与民主党跟前总统特朗普与共和党在中东政策上是存在着巨大分歧，甚至是尖锐对立的。它主要体现在跟共和党相比更加世俗化的拜登政府与民主党并没有事事都宠着以色列，甚至在以巴冲突问题上还经常想一碗水端平。这就是在俄乌冲突中以色列并没有跟随美国选边站队的重要原因。那么其次，拜登与民主党政府非常热衷于以价值观、意识形态为基础的人权外交，并且强烈主张要在早前沙特记者卡舒吉遇害案件问题上向沙特王室追责。这就是最近沙特政府拒绝增产石油以协助拜登政府解决高通胀问题的原因。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拜登政府这次重新推动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之间的和解，准备团结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来共同对抗伊朗，跟他们传统的中东政策与路线是背道而驰的。或者换句话说，拜登政府已经意识到自己的中东政策与路线走不通了，准备重回特朗普与共和党时期的中东政策与路线了。那在您看来，促使拜登政府与民主党主动放弃自己的中东政策与路线，重新回到特朗普与共和党执政时期的中东战略的原因是什么呢？我认为首当其冲的原因就是拜登政府与伊朗重启伊核谈判的计划遭遇到了重大挫折，甚至可以说是基本上失败了。失败的原因既包括了拜登政府低估了伊朗在伊核谈判问题上的立场与意志，也包括低估了美国国内来自共和党与犹太裔美国人的反弹声浪，以及低估了以色列、沙特等国家的抵触情绪。正是因为谈不成与谈不下去了，才迫使拜登政府与民主党不得不船到桥头自然直，开始重新讨好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第二，拜登是被高油价逼得走投无路了。美国劳工部刚刚公布的数据显示，6月份美国 CPI 同比上涨 9.1%， 涨幅创下了41年以来的新高。与其相对应的是，受节节攀升的通胀所拖累，拜登本人的民调却在插水式往下掉。要是通胀还控制不住，那接下来民主党的中期选举以及他本人的连任计划就都要泡汤了。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拜登才不得不拉下自己的老脸，亲自前往中东，要求包括沙特在内的中东海湾国家拔刀相助，火线增产石油，以解自己的燃眉之急。而要有求于包括沙特在内的海湾国家，拜登政府自然就得送上一份厚礼。这份厚礼就是拜登政府将重回特朗普执政时期的团结阿拉伯国家对抗伊朗的政策与路线。那么值得注意的是，
在访问以色列的时候，拜登还放出了一句狠话，说美国不排除将使用武力作为对付伊朗的最后手段。这显然一方面是为了警告伊朗不要跟俄罗斯走得过近，另外一方面，这是要以这种狠话来讨好以色列与沙特等国家，以显示自己的中东路线将会改弦更张的这么一种决心。那么有意思的是，拜登的这个狠话不仅遭到了伊朗方面的强力回怼，甚至连沙特都表示，他们与俄罗斯的关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密切。利雅得既不打算中断与莫斯科的联系，也不打算开采更多的原油来帮助美国应对高通胀。这些都预示着，拜登虽然想把自己的中东政策调整回特朗普时代，但是他们的中东战略最终却极有可能会走到进退两难、两边都不讨好的地步。